為什麼在大明官員的眼中，世界從來沒有合作夥伴，只有排隊領賞的蠻夷和不請自來的瘋子？這種自掘墳墓的傲慢，究竟還要統治我們的潛意識多久？為什麼在這片土地上，即便是最虔誠的外國人，也會瞬間學會以夷制夷和互挖牆角？到底是他們變壞了，還是這裡的文化本就是一口馴化靈魂的染缸？為什麼一個帝國在處理對外事務時，首先參考的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占卜得出的迷信結果？為什麼中國的政治秩序表面上嚴密森嚴，實質上卻完全依賴私交、人情和临時裁量？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今天讀到的是第2卷第7章，派向中國皇帝的西班牙使团。在這一章裡，你會看到一種熟悉卻又極具中國特色的場景。一切事情的成敗並不取決於制度、法律或原則，而是取決於關係、兆斗和官員個人的好惡。占卜被當成決策依據，友誼被視為升遷吉兆，國家大事被處理得像一場私下的人情往來。表面上，這是一次西班牙使团試圖進入中國皇帝視野的外交事件，但在更深層次，它暴露的卻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对秩序的極端恐懼，對變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對外來者近乎病態的防範機制。任何可能打破既有格局的嘗試，都會在層層拖延、推諉和內耗中被消解。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理性讓位於迷信，制度讓位於權力，國家讓位於既得利益集團，而這些正是理解中國長期封閉與停滯的關鍵入口。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讓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第7章，派向中國皇帝的西班牙使团。對於教團來說，友好的長官王泮晉升為領西道的高位是一件很幸運的事，這使他管轄好幾個縣，而且還有一樁好事，是他不改變他在肇慶的駐節地。所有的異教徒，特別是當地的異教徒，都沉溺於占卜術，並且用來預言將來禍福。而長官認為，他和教團的友誼不僅對他無害，而且是將來飛黃騰達的可靠徵兆。實際上，他似乎很喜歡和神父們結識。確實如此，感謝上帝的旨意，當神父們在王泮晉升時，像往常那樣前去向他獻禮祝賀。他超越一般的禮貌，把這一點表示得很明白。教團的順利開端，意味着在中國播下基督教的種子。這個好消息馬上四下傳開，不僅傳到了澳門，甚至傳到了日本以及更遠的菲律賓群島。耶穌會和全世界都為此共同慶賀。這特別是因為眾所皆知，若干年來幾次進入中國的企圖都毫無結果，給人的印象是這件事是辦不到的。剛好當時菲律賓群島總督在召開馬尼拉大主教管區和評議會的大會，決定給予我們在中國的傳教以某些支持。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打開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貿易往來。儘管他們知道除對葡萄牙人而外，這種交往直到當時還是對所有人都關閉的。他們的想法是要獲得允許通過廣東省的一個新港口進行貿易。西班牙國王的皇家監督官羅曼是個有長期閱歷的人，被派往澳門进行談判。隨同他來的有西班牙的耶穌會士桑切斯，他攜帶有致澳門神學院院長和致肇慶神父們的信函，其內容大致是祝賀我們有幸進入中國，這是西班牙天主教國王和整個基督教世界多年來所期望着的。鑑於他們的共同宗教信仰，他們非常願意提供可能有助於教團發展的一切援助。他們正以布施的方式送去捐款和別的贈品，其中有一只精美的鐘錶，是靠齒輪運動而不靠重力來計時的。信中還提到下述事：在過去若干年中，天主教國王曾贈送中國國王貴重的禮物，但後來獲悉他們被錯誤地送到了墨西哥。然後信中請求神父們取得廣東總督的允許，讓外交使團前往中国的宮廷，這會提供他們一個進入國都的機會。也許他們能用這種方法獲得皇帝允許，在全國公開傳播基督教。
旅途的全部費用都由西班牙國王的监督官支付。信函的梗概就是這樣。這位菲律賓的监督官和神父請求讓他們得以獲准親身覲見皇帝和接待所派遣使節。當時澳門的神學院院長卡普萊勒神父就寫信給肇慶的神父們，勸他們以不致損害他們自身傳教事業的方式來辦理這件事。他們按照這一指示辦，因為直至當時中國的教團是受澳門神學院管轄的。他們在總督府一名官員的協助下寫了一封申請書，但其中沒有署上他們的名字或者任何一個與他們教堂有關的人名。在把這封信送交总督前，他們把它先交給他們那位刚被提升的保護人及原长官王盼，看看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神父們覺得這件事有點冒險，而且肯定是前途未卜。說來奇怪，長官王盼比他們所預期的更滿意這件事，他贊成申請，而且在他建議下，由他的翻譯員來署名，然後長官親自坐上他的轿子，去找那個負責根據自己的意見而把這類申請或遞總督或予以拒絕的官員。長官把信交給他，叫他馬上轉交總督，不得遲誤，並說信的內容既對中國有利，而又極為榮譽。說來令人驚異，他絲毫沒有使總督不快。他按照慣例把信件送交給在該地首府的海軍大將，我們是稱他為海盜的，吩咐對申請進行研究，並將結果送回。我們已經說過，所有的外事都歸海軍大將處理。把申請書送到這個地方，那就表示他已經得到了總督的認可，除非是海軍大將在研究時出現什麼麻煩的事。如果申請遭到總督的拒絕，他就會被扣押下來，不做表示，也不回答，而且不會再出他的衙門。神父們已經把這份計劃送交到這個特殊的地方，這時又從澳門來了新的指令，和頭一次所收到的恰好相反。當事情正在肇慶取得進展時，澳門行政當局卻認定，提出西班牙使团的主要原因是在同一省內要打開和中國人的貿易關係，而這是他們自己已經在該省正在進行的。這就意味着一定會使他們的生意和殖民地遭到破壞。菲律賓群島有大量銀子，那是每年從新西班牙和秘魯省送來的，但是葡萄牙人估計，如果這筆錢用來購買廣東省的中國貨物，那就會破壞貿易市場，以後葡萄牙人就不得不用更高的價格來購買這些貨物，並被迫用低價把它們在海外出售。因此，在一份正式通知中，神父們被告誡不要再推动那項擬議中的計劃，因為它意味着殖民地的災難，而他們自己正是依靠這個殖民地得到許多好處。通知中複述，澳門的人民確信傳教士不願給他們造成不幸，而且他們還說，讓西班牙獲得遣使中國皇帝之榮譽乃是不合時宜的，這一榮譽應該屬於葡萄牙人。當有關於中國貿易的問題提了出來，在西班牙國王和葡萄牙國王之間做出決定時，教皇亞歷山大第六世早就把它判歸葡萄牙人了。儘管這兩個國王現在是在同一位國王之下，天主教國王仍然願意兩國各自進行自己的事，禁止一國干涉另一國的權利和過去的特權。這就是通知的內容。至於不久前為促進這次使團而送去的禮物，大家都知道他們已被分到各地，要收回他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顯然人們已經認定，既然进入中國的企圖屢屢失敗，所以理所當然的這次派遣使節也會失效，於是為此準備的東西也就被那些負責的人散發一空。這份通知由澳門市長下達給神父們，正是奉他之命，神學院院長才命令不要再過問這件事。這一意外事件給教團造成了困難的局勢，因為事情已經進展到難以設法完全收拾它。不管怎樣，他們決定不再去管它。如果不再過問，也許整個事情會自行不了了之，而事情恰恰正是这樣。當廣東的海軍大將接到申請及總督的命令時，他拖延了幾天，等候申請人到來。我們已經指出，申請書是由翻譯員署名的，而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對這件事不感興趣，所以他並沒有露面。因此，海軍大將給管轄澳門港的香山知縣涂文奎寫信，
詢問是否有自稱自立入朝中國皇帝的使節到達該港。於是首令派遣一支人馬去到澳门核實。這個代表團受到友好的接待，得到菲律賓群島監督官的饋贈，然後對調查的結果，包括申請書是否屬實，做出了一份有力的報告。但是澳門市長也送一份報告給長官，把存在的困難通知他，所說的和調查团的報告大不相同。他還清楚地說明，促成這次冒險的並不是葡萄牙人，而且接受這些人的使節是完全不合時宜的，在2個外國之間會造成麻煩。這些反對的意見從不同來源傳給了海軍將領，他馬上公布一張告示，下令要貼在省城城門的顯眼地方。下面的梗概將使我們對告示內容獲得一個概念。他這位海軍將領在充分了解申請的起因和過程之後，列舉出他從不同來源得到的反对意見，接着就嚴厲指責那個翻譯員，因為他沒有到公堂上出面。最後他對整個事件裁決如下：如果你意中的使節是來自從未被邀請遣使中國的民族，他們最好別再為此拿他们的腦袋找麻煩，因為沒有人會批准他們幹這種新鮮事，無論他們跟澳門的外國人是否同族。然而如果原先已經有關於使節的文件在流通，諸如許可證之類，那就要對派遣使節的事加以考慮。他在末尾告誡香山的首領，不得允許有關的人把這些申請書交給總督，並說他要嚴懲任何企圖這樣做的人。這樣整個事情就告以結束，並且與教團無損。本來即使神父們很不明智地和別的外國人捲進了一樁違反帝國法律的事，那本來很容易招致損害的。解除了這種顧慮之後，澳門神學院院長、中國教團的監督卡普萊勒神父便決定訪問肇慶的駐地，以便把第一手的消息向印度耶穌會視察員和羅馬的耶穌會會長報告。他訪問所需的批准手續很容易便得到領西道的幫助。領西道是我們教堂的常客，當我們問他這件事時，他說如果神父是前來訪問而不居住，那就不會有困難。卡普萊勒神父抵達後就去拜望領西道，送他一些禮物，也得到回贈。卡普萊勒神父或允在城內城外自由行動，並了解到教團的情況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正是卡普萊勒神父為第一批入教的信徒隆重地實行洗禮，這次有2人受洗，其中一個取名保羅，福建省人，是有知識和文化的秀才，他後來被神父們請來做中文教師。另一個是我們已經提到的那個年輕人陳禮格，他在神父們被驅逐時保存了祭壇，在他們返回時又款待他們居住。他取名喬萬尼，洗禮儀式是公開舉行的，有許多中國人參加。事實上他們都祝賀神父們接受新教徒，其他很多人還仿效前2個人的榜樣，也接受教誨。教會監督的訪問證明對教團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視察員和會長神父都變得極願意提供所需要的幫助，用於鞏固它的穩定。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2卷第7章，派向中國皇帝的西班牙使團。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